如果你这样改装了，那么请注意你的车辆的平衡性。因为它非常重要，甚至关乎你的行车安全。那是什么样的调整呢？那就是狗骨头。市面上常见的改装狗骨头的需求有2种，第一个呢就是身高不足。那身高不足，我们装的是降低的狗骨头，能够让我的车的屁股下来，这样的话它的脚可以尽量的多的落地。第二个呢是身高较高的车主，他会改装升高狗骨头，就是让屁股起了一些，这样的话他骑车的时候腿不会折叠太多，然后不会很辛苦。通过狗骨头来升高后座的高度或者降低后座的高度，这是我们经常见的。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如果你这样改装的话，对你的行车安全是有极大困扰的，它破坏了车的原来的平衡性。通过你的狗骨头调整，如果你是降低，你的车头会提高，屁股会降低；反之，抬高之后，你的车头会低，车屁股会高。那车头低，车屁股高，车的转向会异常的灵活，也就是说会转向过度。第二个是，只要你重刹的时候，非常容易翘屁股，前避震非常容易触底。如果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，或者是操作不当的时候，有可能这个车就翻过去了，这是一类。改了降低狗骨的车主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？车尾降低，后避震会比较颠，比较硬。第二个是车头较高的时候，如果你给油，车头非常容易起来，你的转向会非常的不灵活。车头起来了吧，前面会间接的伸长，伸长之后，你转向就会变得非常的不灵敏，也就是说你压弯的时候可能会比别人慢半拍。那么慢半拍的时候，也许在一些紧急情况下，你需要更好的转向，但这个时候它不容易转向，你就需要更大的身体的动作呀，或者是推把呀，来获得转向的效果。所以这样的调整是破坏了车的原始平衡。我们在调整避震的时候，就需要根据车主的需求，比如说改了狗骨头，不管是升高还是降低，我们需要同步把前避震做同样的处理，让它车恢复原来的平衡性，再同步去调整阻尼，让它在获得升高坐垫或降低坐垫的同时，车是平衡的。这时候我们再去骑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骑行效果。所以如果大家这样改车的话，请务必注意，在调整完狗骨头之后，把车的前部也做同样的平衡性处理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，可以找我调车。好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机车知识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